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悬疑入室》，风起光州故事解说。监狱之中，苏灿享受着旁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待遇，一众狱友和工作人员对他极尽奉承，陪着他吃喝玩乐，不停叮嘱他慢慢享用，食物充足，无需拘谨。众人纷纷感慨，能在监狱拥有这般惬意的生活实属难得，能为苏灿效劳是所有人的荣幸。这时，典狱长带着十足的诚意上前，恳请苏灿为自己打针治病。苏灿爽快应允，随即遣散了现场所有人，只留下自己与典狱长二人。典狱长十分配合地调整姿势，苏灿顺利施针完毕，告知典狱长，他体内盘踞已久的寒毒已被彻底根除，这也是自己最后一次为他医治。大病痊愈的典狱长又惊又喜，连连夸赞苏灿医术精湛，青出于蓝，直言苏灿的师傅陈老若是知晓，定然倍感欣慰。借着这个契机，苏灿缓缓道出了自己的过往身世。他原本只是一名普通保安，5年前公司突发大火，他惨遭他人恶意陷害，被安上纵火的罪名，含冤入狱。这场无妄之灾彻底摧毁了他的人生，前途尽毁的他一度陷入万念俱灰的绝境。就在苏灿最绝望无助之际，他偶遇一位世外高人，也就是他的师傅。师傅并未嫌弃身陷囹圄的他，反而悉心栽培，将独门秘法太古玄黄真经与各类道家武术倾囊相授，最终将他培养成实力冠绝全球的最强龙王。苏灿回忆起狱中练功的日子，师傅虽会责怪他偷懒练功、偷看闲书，却也真心夸赞他天赋卓绝，断言他日后成就必将超越自己。师傅临终前特意嘱托苏灿，出狱后务必履行婚约，守护叶家的小姑娘。苏灿满心无奈，告知师傅自己早已娶妻生女，无法履行这门婚事。可师傅态度坚决，勒令他必须遵从嘱托，哪怕他躲到天涯海角，自己也能将他寻回。感念师傅的再造之恩，苏灿最终妥协，承诺会尽全力守护叶家，只是不一定会与叶家女孩成婚。师傅早有预料，临走前留给苏灿一张名片，告知他名片主人周世雄是自己昔日心腹，权势滔天，遇事可随时联系，周世雄会无条件听命于他。交代完一切，师傅便转身离去。5年刑期结束，苏灿终于走出监狱大门，重获自由。积压5年的怨恨在这一刻彻底翻涌，他暗暗立誓，无论当年陷害自己的真凶是谁，他都必将彻查到底，将对方揪出，让其付出惨痛代价。苏灿出狱后不久，叶家千金叶子梦主动找上门来，她正是师傅当年为苏灿定下的婚约未婚妻。初见苏灿，叶子梦心生轻视，觉得他相貌平平，毫不起眼，与自己的预期相差甚远。苏灿却一眼看穿，叶子梦身中剧毒，性命堪忧，这才明白师傅让自己守护的人就是他。叶子梦全然不知自身毒性凶险，态度高傲冷漠，直言苏灿并非自己的理想型，两人绝无可能成婚。但他顾及爷爷重信守诺的性子，拿出一份合作合同，提出以每月10万的高薪聘请苏灿假扮自己的未婚夫，两人短暂同居演戏，只为哄爷爷开心。面对优厚的酬劳，苏灿直接拒绝。叶子梦并未强求，将自己的名片递给苏灿，告知合作协议3天内有效，让他慎重考虑。他暗自思忖，自己所中剧毒短期内不会致命，而苏灿无依无靠，大概率会回头答应自己的条件。婉拒合作后，苏灿归心似箭，满心牵挂5年未见的女儿苏小小。可当他回到家中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心如刀割，怒火中烧。年幼的女儿被人用绳子拴在院子里，无人照料，甚至只能和野狗争抢食物，处境凄惨可怜。苏灿立刻上前抱住受尽委屈的女儿，满心愧疚的连连道歉，自责自己入狱5年，让孩子独自承受了所有苦难与欺凌。他温柔安抚女儿，郑重承诺，从今往后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他分毫。屋内，陈家众人正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，热闹庆贺，丝毫不在意院中的孩子。苏灿抱着女儿闯入屋内，当众质问妻子陈倩，为何狠心将亲生女儿拴在院中，任由孩子遭罪，怒斥陈家众人冷漠无情，毫无良知。面对苏灿的质问，陈倩毫无愧疚，态度刻薄又冷漠。她直言苏小小是劳改犯的女儿，不配做自己的孩子，自己从未有过这个女儿。陈家众人纷纷附和，声称陈家家风严谨，等级森严，劳改犯的孩子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，还将一切过错归咎于苏灿，认为是他入狱才连累孩子落得如此下场。苏灿厉声反驳，即便自己获罪入狱，无辜的孩子也不该被如此虐待羞辱。可陈倩依旧不知悔改，坦言拴住孩子只是厌烦他整日纠缠自己。一旁的陈家情人更是变本加厉，肆意戏耍年幼的苏小小，
逼迫他学狗叫，许诺听话就给他骨头吃，极尽人格羞辱。看着女儿被肆意欺凌，苏灿强忍怒火安抚孩子，承诺带她去吃好吃的。陈家众人却纷纷调侃苏灿固执死板，认为孩子为了吃食低头并无不妥。众人的再三羞辱彻底激怒了苏灿，他直言既然众人不肯让女儿吃饭，那这场宴席所有人都别想继续。陈家众人见状瞬间翻脸，纷纷斥责苏灿不知悔改，肆意闹事，扬言要好好教训他。混乱之际，陈倩当众提出离婚，理直气壮地表示苏灿入狱让自己颜面尽失，所以他早已变心。他强硬要求离婚后所有房产财产归自己，让苏灿带着女儿净身出户。苏灿此刻才彻底知晓真相，自己入狱5年，陈倩早已婚内出轨，甚至怀了别人的孩子。他怒声质问陈倩毫无廉耻，做错事却依旧嚣张跋扈。一旁的律师连忙为陈倩撑腰，仗着自己从业多年、官司全胜的履历威胁苏灿，声称只要苏灿敢打官司，自己就能凭借他的入狱案底，再次将他送入监狱，逼迫他签字净身出户。面对众人的威逼利诱，苏灿气场全开，当众宣告不是陈倩要离婚，而是自己休妻，彻底断绝与陈倩的夫妻关系，勒令他立刻搬出住所。众人错愕不已，纷纷反驳口头休妻无效。律师更是狮子大开口，要求苏灿分割1半房产，还要赔偿陈倩200万各类损失费，甚至颠倒黑白，将陈倩出轨的过错全部推给苏灿入狱。有了众人撑腰，陈倩愈发肆无忌惮，当众亮出底牌，坦言自己怀了光州顶级豪门卢家少爷卢超的血脉。他嚣张警告苏灿，自己如今身份尊贵，一旦受伤，卢家绝不会放过他。他还坦言卢超不喜女孩，自己才刻意圈养羞辱苏小小，就是想逼迫苏灿父女主动离开。双方僵持之际，卢超带着手下高调现身，他当众坦然承认自己就是给苏灿戴绿帽的人，肆意挑衅苏灿，还扬言3天后就和陈倩成婚，勒令苏灿尽快卖房离婚，赔偿损失，否则绝不轻饶。卢超的手下纷纷附和，极尽嘲讽，贬低苏灿是一无所有的劳改犯，根本无法与身为富二代的卢超相提并论。不仅如此，卢超还出言恶毒，扬言解决苏灿之后，要慢慢折磨年幼的苏小小。面对众人的百般羞辱与恶毒威胁，苏灿始终牢牢护住女儿，轻声安抚她不要害怕。卢超见苏灿镇定自若，心生不悦，立刻下令身边的顶尖武者李硕出手，废掉苏灿一条胳膊，好好教训他。在场众人纷纷吹捧李硕实力强悍，一拳可砸弯钢铁，笃定苏灿今日必遭重创，不停嘲讽苏灿不自量力，以卵击石。可结局出人意料，实力强横的李硕在苏灿面前不堪一击，仅仅一招便被轻松秒杀。陈家众人与卢超等人目瞪口呆，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，一度以为是幻觉，始终想不通一个普通的劳改犯为何拥有如此顶尖的实力。苏灿眼神冰冷地看向卢超，直言他欺凌自己的女儿，妄图废掉自己手臂，今日必定让他加倍奉还。卢超瞬间慌神，立刻搬出卢家施压，扬言苏灿感动自己，整个卢家都会倾力报复。陈倩也厉声呵斥苏灿，质问他是否不惧卢家的滔天权势。苏灿神色淡然，毫无畏惧，直言区区卢家不值一提，若是执意挑衅，自己必将卢家连根拔起，彻底覆灭。随后苏灿下令，让卢超、陈倩以及所有欺凌过苏小小的人，给年幼的孩子下跪磕头道歉。他态度强硬，若是女儿不肯原谅众人，所有人都要付出惨痛代价。在苏灿的绝对威慑下，嚣张的众人只能放下身段，卑微跪地向苏小小认错。苏灿看出众人道歉态度敷衍，毫无诚意，当即勒令众人自行掌嘴赎罪。众人不敢反抗，一边掌嘴一边诚恳认错，保证日后再也不敢欺负苏小小。苏灿温柔安抚受惊的女儿，告诉她从此以后无人再敢欺凌她。苏小小依旧满心恐惧，不愿留在压抑的陈家。苏灿立刻带着女儿离开，临走前冷冷警告陈倩，二人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尚未解除，若是他胆敢与卢超举办婚礼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。同时他直言，今日的道歉只是开端，自己绝不会轻易放过这群作恶之人。苏灿父女离开后，现场众人依旧心有余悸，纷纷感慨苏灿气质实力大变，眼神凌厉寒煞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众人猜测他是在监狱习得旁门左道，才变得如此强悍。即便遭遇惨败，卢超依旧不死心，告知陈倩婚礼照常举办，还会请来各路高手坐镇，坐等苏灿上门，将其彻底铲除。苏灿带着女儿离开后，发现叶子梦一路跟随。面对苏灿的疑问，
叶子梦坦然解释，自己身为婚约人，早已调查过他的全部经历，2小时前才查到苏小小被虐待的真相。匆匆赶来时，苏灿已经解决了所有纷争。叶子梦坦言自己并非冷眼旁观，随后主动提议带许久未曾好好吃饭的苏小小享用美食。途中，他告知苏灿，苏小小长期遭受虐待，内心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性格胆怯敏感，需要耐心陪伴，慢慢治愈。之后，他贴心带着苏小小更换干净衣物，让孩子安稳休息。待苏小小熟睡后，叶子梦再次拿出合作协议，提及假扮情侣哄骗爷爷的事宜。不等苏灿回应，他精准点出苏灿身患顽疾，每到深夜12点便会心绞痛、胸闷窒息。他告知苏灿，他身中极阴寒毒，已然病入膏肓，仅剩7天寿命，寻常医术无法医治。而自己是9阳之体，只需与苏灿同房，便能中和毒素，彻底治愈他的顽疾。苏灿误以为叶子梦言行轻浮，品行不端，满心失望。叶子梦不再过多解释，看在苏小小乖巧可怜的份上，给了苏灿3天考虑时间，承诺只要签约，便会给予丰厚报酬，让父女2人安稳度日。送走叶子梦后，苏灿拨通了周世雄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周世雄态度谦卑，恭敬称呼苏灿为少主。苏灿没有多余寒暄，直接吩咐他2件事：彻查陈倩的底细，深挖5年前公司纵火案的真相，找出陷害自己的幕后真凶。周世雄立刻应允，承诺3天内查清所有线索。不久后，周世雄紧急致电汇报，陈倩与卢超无视苏灿的警告，依旧执意举办婚礼，公然挑衅少主威严。苏灿怒火中烧，直言2人肆意践踏自己的底线，自己必定送上一份大礼，让这场婚礼沦为天大的笑话。另一边，婚礼现场布置的奢华隆重，卢超早已布下层层安保与顶尖高手，笃定苏灿赶来捣乱必定有来无回。现场宾客云集，名流齐聚，周世雄的心腹百亿大佬文炳辉亲自到场助阵，还送上百年人参为怀有身孕的陈倩贺喜。宾客们纷纷夸赞卢超人脉广阔，前途无量。陈家众人也暗自庆幸陈倩选择了卢超，远比苏灿优秀100倍。婚礼顺利推进，卢超重金聘请的魔术师登台表演，现场氛围热烈。就在众人沉浸在喜庆氛围时，现场屏幕画面突然被切换，讽刺的配乐骤然响起，彻底打破了婚礼的喜庆氛围。苏灿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中，当众送上祝福，直言要送给2人一首《狗男女》，祝愿他们永世不得安宁。全场宾客哗然，卢超与陈倩脸色铁青，怒不可遏。卢超气急败坏地怒斥工作人员失职。苏灿随即现身婚礼现场，当众表明自己是陈倩的合法丈夫。他当众揭露真相，自己含冤入狱5年，陈倩从未探望，毫无情义，反倒婚内出轨，背弃婚姻。身为母亲，更是泯灭人性，长期虐待亲生女儿苏小小，未尽半点抚养义务。苏灿当众宣告，正式休掉品行败坏、薄情寡义的陈倩。在场宾客纷纷议论，直言2人所作所为堪比西门庆与潘金莲。陈倩慌乱辩解，谎称苏灿心怀怨恨，恶意造谣，刻意捣乱抹黑自己和卢超。为揭穿2人谎言，苏灿放出铁证，曝光了陈倩孕期与外籍男子私下约会的 AI 影像，证据确凿。全场宾客哗然，纷纷指责陈倩水性杨花，毫无底线。卢超得知自己被欺骗，当众受辱，瞬间暴怒。陈倩慌忙辩解影像为 AI 合成，虚假伪造，却再也无法挽回口碑，彻底沦为全场笑柄。恼羞成怒的卢超立刻呼叫保安，下令将苏灿拖出去乱棍打死。可所有保安刚一靠近，便莫名浑身剧痛，无法动弹，根本无法近身。苏灿冰冷注视着慌乱的2人，直言他们作恶多端，欺凌弱小，背弃道义。如今终于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刻。深陷恐慌的卢超与陈倩立刻向文炳辉求救，文炳辉随即上前调停，以2人好友的身份施压苏灿，直言苏灿当众折辱自己的朋友，就是不给自己面子，勒令苏灿立刻道歉，否则绝不客气。在场众人纷纷附和，仗着周世雄的权势嘲讽苏灿无权无势，不自量力，即便身手再好也难敌权贵。甚至有人放话要割掉苏灿的舌头，让他无法再肆意妄言。就在场面彻底僵持之际，周世雄亲自抵达婚礼现场。卢超、陈倩与在场众人瞬间振奋，都以为周世雄会为文炳辉撑腰，严惩闹事的苏灿。卢超连忙上前谄媚讨好，宾客们也纷纷催促苏灿下跪认错，掌嘴谢罪。可接下来的一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权倾一方的周世雄径直走到苏灿面前，
俯身行礼，当众恭敬称呼苏灿为少主。全场众人瞬间僵住，满脸难以置信，无法接受人人轻视的劳改犯，竟是地下帝王的顶头上司。苏灿抬手示意周世雄起身，随即点名方才有人扬言要割掉自己的舌头。周世雄瞬间脸色冰冷，立刻勒令赵氏手下上前道歉。那名手下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地苦苦求饶。苏灿直言犯错必须付出代价，不能轻易饶恕。周世雄立刻严惩赵氏之人，询问苏灿是否满意。苏灿认为惩罚过轻，下令彻底肃清卢家势力，让卢超付出终极代价。一声令下，卢家瞬间遭遇灭顶之灾，企业被全面封锁阻击，股票跌停，100亿市值蒸发，整个家族彻底衰败。卢超的父亲震怒不已，怒斥卢超招惹顶级大人物，毁掉家族，勒令他必须求得对方原谅。彻底落败的卢超放下所有嚣张，跪地磕头认错，恳请苏灿手下留情。苏灿冷眼看穿他只是畏惧权势，并非真心悔过，直言认错已晚，随即下令将卢超带走，严加惩处，让他终生无法翻身。解决完卢超后，苏灿看向瑟瑟发抖的陈倩，陈倩连忙哭诉求饶，谎称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都是被卢超胁迫蛊惑，心中一直深爱苏灿。陈家父母也纷纷帮腔，将所有过错推给卢超，祈求苏灿原谅。苏灿早已看透众人的虚伪，全然不信他们的辩解。陈倩见求情无用，立刻抛出重磅线索，坦言知晓5年前纵火案的真相。当年公司起火并非意外，是一位何姓少爷为掩盖自身过错，故意纵火销毁证据，随后嫁祸给苏灿。他只知晓对方姓氏，不清楚具体身份信息。为核实线索真伪，苏灿动用催眠术，探查了陈倩的全部记忆，确认她确实仅有这一条线索，再无其他信息。看在她是苏小小生母的份上，苏灿没有继续追责，让他好自为之。可陈倩心中依旧记恨苏灿让自己当众出丑，一无所有，暗自埋下报复的心思。事后，周世雄的手下满心疑惑，不解大佬为何对苏灿俯首称臣。周世雄严厉告诫手下，少主身份高深莫测，禁止众人随意打探。此前市里的文炳辉带着1亿现金登门赔罪，恳请苏灿原谅自己的过错。苏灿收下赔礼，再次叮嘱周世雄，紧盯卢超，杜绝其翻身可能，同时全力彻查何姓少爷的全部信息。周世雄立刻领命，承诺1日内查清所有线索。随后他告知苏灿，自己的姐姐西坛省掌控者顶级大佬镇西王听闻少主现身，想要登门拜见。苏灿应允，告知其待自己处理完琐事，再安排2人见面。另一边，落败的卢家并未放弃报复，卢父深知苏灿武力通天，正面无法抗衡，便打算找准软肋下手。众人思索后发现，苏灿唯一的软肋便是女儿苏小小，只要挟持孩子，便能牢牢拿捏苏灿。卢父立刻吩咐陈倩执行计划，挟持苏小小报复苏灿。此时的苏灿正带着女儿与叶子梦一同用餐，经过多日的陪伴安抚，苏小小的状态明显好转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苏灿满心感激，郑重道谢，感谢叶子梦悉心治愈女儿的心理创伤。叶子梦十分爽快，当即拿出合作协议。苏灿毫不犹豫签字，正式达成假扮情侣、哄骗长辈的合作。用餐期间，苏小小十分亲近温柔的叶子梦，主动称呼她为妈妈。叶子梦温柔回应，坦言自己真心喜爱乖巧的苏小小，即便没有合作，也愿意将她当作干女儿悉心疼爱。就在3人温馨共处之时，暗处的杀手已然锁定目标。接到挟持苏小小的指令后，悄然潜伏待命，准备伺机出手，以此胁迫苏灿。